本节目已开通迷彩虎 APP 微信、微博，敬请关注。大家好，欢迎收看第279期迷彩虎军情，我是你们忠实的战友虎妞洋洋。近日，瓦良格号航母总师瓦列里获聘青岛中乌特种船舶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的消息受到了广泛关注，但随后瓦列里本人就出来辟谣了，并强调他没有计划，也没有打算去任何地方。但这位首席设计师曾全程参与了原苏联所有航母的设计工作，而且拥有着极高的船舶设计天赋以及30多年的航母设计经验。瓦列里曾参与苏联1160型航母，又称为奥列尔级航母的设计。该航母是苏联在仿照美国服役的尼米兹级航母之后，完全参照对方技术指标设计的一款弹射起飞、拦阻降落的巨型核动力航母。据网传，该航母排水量接近9万吨，全长370米，其起飞装置为4台蒸汽弹射器，安装4座核反应堆，总功率24万马力，航速30节，载机量最高能达到100架。同时，1160型航空母舰还装有大量导弹武器。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快要开工的1160级航母最终下马。但是对于一直以来就向往星辰大海的我们而言，尽管目前已经基本完成了002型航母的建造，但要建造8至10万吨级航母仍是异常艰难的任务。首先就是蒸汽弹射器的布局以及相关技术资料，还有就是10万吨级核航母的动力舱布置。其中除了涉及压水堆安装，还包含大量管线布置、舱室安置与安全防护等顶级的相关技术，这些正是航母设计总师负责的核心工作。最后一项关键技术就是甲板布置。纵观苏联航母发展，1160型航母是苏联设计完成的唯一一款弹射起飞、拦阻降落的大型航母。1160型航母也就成了唯一一款在舰载机数量上能比肩美国航母的苏联航母。因此，1160型航母包括机库、升降机与甲板在内的整个甲板布置体系，决定了近100架舰载机的最大出动效率。微信搜索迷彩虎，关注后回复核动力航母，了解前苏联海军夭折的恐怖巨兽1160型航空母舰到底有多厉害。除了瓦列里当面出来辟谣之外，据网传，乌克兰最大发动机企业动力沙皇马达西奇表示，将与中国合资建立联合企业，并将几乎所有发动机技术以及生产线都搬到中国。而最近俄罗斯媒体又爆料了一则类似的爆炸性消息，中国与乌克兰企业在制造现代化航空装备上正加大合作，而且为缩短与西方和俄罗斯的差距，政府已批准在西安和成都设立2个产业中心，来自乌克兰的科学技术人员及其家属将在那里安居乐业。对于这则消息的真假，洋洋也将继续观望。中航与安东诺夫设计局还准备建立世界最大运输机安225梦想超重型运输机的生产测试线。据称，这种飞机能把1500名军人运送到中国的任何地方。另一项任务是建立安124、100鲁斯兰运输机的生产线，它将填补中国重型运输机的空白。当然，这些都是外媒猜测，具体是怎么样，洋洋也不好说。其实这次传谣外国专家来华落户也并不是稀奇事儿了。自从苏联解体后，中国就和西方国家上演了一场争取前苏联人才的争夺战。据俄罗斯后来的大概统计，中国争取到了前苏联专家约2万人左右，其中就有主持和参与安72、安74、安71、安124、安225、安70、安140等飞机设计和测试的金琴科瓦列里教授。他不仅具有丰富的飞机寿命评估、飞机结构设计和风洞试验测试的经验，还在机翼增生装置设计和动力增生以及飞机气动弹性计算和实验领域有突出成果。曾经，我们的华人科学家选择前往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深造工作。曾经，我们的中国留学生走出去之后就不再回来了。曾经，几乎所有的外国科学家、专家都在中国面前盛气凌人。原因很简单，那时候的中国除了物质条件落后之外，更致命的是科学研究的基础薄弱，根本无法提供好的科研环境，无法提供展示才能的平台。现在，一批批华人科学家相继归国效力，中国留学生学成归国已成为一种热潮，外籍科学家、专家也逐渐被中国吸引。原因同样简单，现在的中国强大了，科研方面的投入也逐年增加，而且我们也具备足够的实力和资金，给科研人才提供好的发展的机会和空间，使他们有好的生活环境、好的科研条件，也有足够广阔的施展平台。以后的我们也会让天下英才各显其能，为我所用。面对未来，我们完全有打赢人才争夺战的实力，实现科技强国之梦。
节目最后推荐一款看新闻能赚钱的 APP 作为福利，每天没事儿打开浏览新闻即可获得金币奖励，金币自动兑换现金，超过30元可提现。现在注册还送2元现金红包，您还可以邀请好友帮你赚钱。每邀请一个好友，除获得2元佣金，好友的每次阅读将送您20金币，好友越多，金币收益越多。大家可以到手机应用市场搜索“玩头条”，开始看新闻赚钱之旅。